藥香入味，草木有情。专心的，不要让它粘锅就可以了。最新鲜的、清新的香味。本草智慧，古法創新。哦，它是一杯綠色。哦，它是苦的。這個洞洞是什麼？這個洞洞就是以前都是銅錢，我們收錢就是直接全部掃進去。四海中醫喺光陰嘅味道裏面，一齊感受台灣中醫藥嘅生活之美。四海中医疗愈之道，大家好，我是黄橙子，在我身边呢是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的美国嘉宾 Eric。Eric 其实身上有很多特殊的身份，他是香港第一位获得中药学博士学位的外国人，同时呢，他也是一位注册的中医针灸师，而且他还是一位台湾女婿。所以呢，今天我和 Eric 一起来到了宝岛台湾。欢迎到台湾，我算是半个地主了。我和台湾很有缘分，台湾有非常多的中医中药的故事，我非常期待我们这次的旅程。那我们到了第一站高雄，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老药铺，它里面有很多美式的配方，包括麻辣火锅。哇，太好了！那就让我们从一家老铺到一顿火锅，来开启我们四海中医台湾篇的旅程吧。耶！我们到了，就是这家中药店。哦，我们进去看一下。好。哦，我要介绍的就是这个老板。嗨，你好，我不是老板，老板在忙，我是老板的弟弟，我姓盧，你可以稱我為三哥。自細喺中藥堆裏面長大嘅盧俊欽係老藥鋪嘅第3代，而家藥鋪由哥哥經營，佢就主攻香料同美食，善處事，懂味道，仲自詡為雪香人。喺佢睇嚟，老藥鋪裏面嘅時代人情同香料配方，正正係藥食同源嘅傳統智慧，可以令到老藥鋪煥發生機。以前講中藥嘛，那現在我們會去講新香料更多，因為所謂的中式香料跟我們在廚房融入端的，比如說你在燉肉啦，所以比如說你看我現在在切，我看你在切什麼？這是一塊越南的青花桂，也就是說在肉桂的等級，它算是數一數二的高等。要不要試看看？它特別的甜，特別的辣，你就直接拿，直接吃，含着吃，直接吃，既含又嚼。好香甜的味道，像在吃糖一样。我之前都不喜欢桂粉在我的咖啡，是。后来我开始用青花桂，浇一点在我的咖啡，我现在离不开，我喝咖啡一定要。日常生活当中，可能用肉桂、见肉桂最常见的地方就是在家里的红烧肉，或者是我们把它做成一个香料粉，像是五香粉啊，像是这2年很流行的13香，所有的中式香料，它基本大概就是以肉桂、八角跟花椒，我们称为中式香料的3兄弟嘛，比如说湖南辣卤啦，四川麻辣锅啦，四川油卤啦，甚至潮汕卤味都离不开它。我可以看一下后面这一个白子贵吗？感觉也很有年代感。你看这些标签都已经有一些模糊了。哎，是。哎呀，这个千里光，千里光这不是我 Eric 的的中药名吗？中药名。那里面还有千里光这样的药材吗？可能现在因为这些年大概都转做香料比较多了，所以这边的药材除了有一些常规的药材，还有在使用，比如说草白术，可能一般药膳用得到的，还有在使用。那不然的话，可能会跟一些新香料会比较连结，我们说的药食同源这一块。其实早年的药铺非常特别，台湾人的生老病死，包含他的身后事，
它其实是都跟药铺息息相关。身后事为什么也？台湾人只要是因为疾病去世的，比如说你隔天要出殡了，最后一个晚上一定要加做一个叫做药忏。那药壶里面就有一个处方，喝了这个药水之后，你的阳世的一个疾病的躯体你就抛弃了，你就可以走到另外一个极乐的往生去做一个下一个轮回。在卢三哥的药材铺里面，三哥跟我们分享的，台湾人在往生过世之后有一种习俗叫做喝药忏。那么他在过世之后呢，身体是没有这个疾病的负担的，所以我非常震撼，就是整个从出生前到离世之后整个过程，大家都需要中药的存在，不管是真真正正的去治病，还是说给我們心靈上起到一種慰藉，都是一種非常重要的陪伴。藥參已成過往，而時代嘅功夫就從未失傳。中醫藥化作一日三餐裡面嘅日常呵護，生生不息。驅車3個幾鐘頭，我哋跟隨盧三哥從高雄嚟到苗栗，體驗一場從藥香到鑊氣嘅蛻變之旅。你看一进门就出现了这一幅画，对，因为你看火锅就是一个团聚团圆的概念嘛，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共同的吃这一锅的火锅，所以叫做共锅共锅。搭配这一家的复古的一个建筑，在里面吃火锅会特别的有味道及风味，好吧？我们进去炒底料了吧？好，走。这么多的香料是啊。，Eric， 你能说出哪几种的名字吗？这个八角、桂枝、桂皮、花椒、胡椒、肉豆蔻，有白豆蔻，有砂仁。你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吗？干松香。可以闻一下吗？这印度的。这一个香料很特别哦，男生闻到他会觉得是麝香的风味哦，女孩子闻到的话都闻出一个臭水沟的味道。一入鼻的一瞬间是臭味，但是再品一品，它留下的又是香味。对，它如果入到麻辣火锅当成香料的话，它让它的汤头的风味会变得很有层次，而且它的韵味会往后拉。这么大锅油，我这一锅油炒出来可以做几锅火锅的底料？这一锅大概在汤底100多锅。来，对我帮你掌握火候，你专心的不要让它粘锅就可以了。我一直以为台湾的麻辣火锅，它就是把不同配方的香料放在水里煮，不同的豆瓣混在一起，在不同的比例、不同的油。我觉得我原来不知道麻辣火锅是这么有功夫的一种菜。哇！这是我们刚才自己炒出的这一锅底料。对，炒出了底料，再熬了高汤之后过滤。台式麻辣锅它是标榜说汤头是可以喝的。来，我从来没有吃过。来，吃麻辣火锅要先喝一口它的汤。干了这碗红油。对。香。哎，不会很刺激啊，不会啊，能够尝出一些药材香味。是的，虽然它也是强调麻辣鲜香4个字，但是它更强调了各方面的一个平衡感，但是又不像你在喝汤药一样没有那么的浓郁。吃麻辣火锅它可以让你一整年通体舒畅。因为尤其夏天的时候，你体内聚集了太多的湿气，你反而吃这些辛香料去刺激你排汗。麻辣火锅它並不是只有在秋冬天適合吃而已。結束咗味蕾上嘅一場熱辣盛宴，我哋繼續向北，前往新北市嘅烏來地區，嗰度係原住民泰雅族朋友嘅聚落之一。而家台灣約有61.2萬原住民人口，涵蓋16個官方認可族群。泰雅族人口約10萬，排第3，主要生活喺山地區域。喺佢哋嘅傳統智慧裏面，山林就係最博大精深嘅一貼藥線。来给你们戴帽子，这个是我们泰雅族小公主的帽子，对，不简单哈。来，这样的来，那这个呢，我们的帅哥男生，来，哎呀，好啊，这样子，然后就太了不起，帅不帅？帅，我就带你们进到我的农场里面看看哈，来，慢慢走，慢走嘞呀。我们接下来去看什么？看马告。
马告是对，那个珊瑚礁哦，珊瑚礁。为什么叫马告呢？这是我们泰雅语，泰雅语音译过来的。对对。要专心走路啊！哦，我自己自身难保，好不好？自身难保 ，Eric， 你小心，悠着点。没有刺，没有刺，你别把我拽下去了。哦，有没有看到马高丽？这些绿色的颗粒，这都是。我可以试一下摘吗？试吧。哎，还用指甲一掐。下一道工序是什么呢？下一道就剥了。我再来试一个，可以吗？这样。哦，把这个小珠子剥下来，对，哦，已经能够闻到很香的味道，好香的味道，哇！最新鲜的、清新的香味。这个呢，我们可以做很多种点心啦、菜啦，什么那些咖啡，甚至于我们现在也做这个马告蛋糕。它有什么样的功效呢？肠胃不好的，它就会把我们不舒服的地方会降低。除了食用之外，它还有其他的可以用的地方吗？第一个我们烧，第一个它防蚊。就像蚊香一样，这个马告在泰雅部落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第一个，你家家户户一定必备这个东西。那你有客人来，你拿这个，哇，客人说，哇，你真的是泰雅族原住民啊！你说没有的时候，啊，很尴尬了。介绍一下哈，这一颗是土肉桂，这是台湾这边特有的，对，有客人来的时候就会现场就抓，你看可以吃的，可以吃了，你尝尝看吧，直接嚼，还有那个肉桂的味道，它为什么有一股香甜味渗出来？我觉得像在吃口香糖一样。嚼一种药材，可能是一种你需要慢慢品出一点点味道的那个过程，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象过一片叶子。它能在你嘴里面突然迸发出一种非常香甜，夹杂一点点辛辣的味道。我以为那种味道只有化学合成才能有，真的让我非常的惊艳。我们平时去到一个旅游景点，可能当地提供的是普通的柠檬水啊、黄瓜水啊，然后这边就是马告水，试一下。哎呦，好香啊！这个味道我一闻我知道了，一股凉意就顺着食管下来了。我知道这个味道了，但是我没有在内地吃过。我觉得我们现在坐在山林当中，吹着山间的清风，听着蝉鸣、鸟叫，享受美食，这个感受太美好了。这个是马告香肠，早期的时候我们是放用颗粒的，那有的人可能咬到那个颗粒，他们就不喜欢，干脆给它搅碎好了，就整个那个味道就跟肉就融合在一起这样子。我今天是第一次知道台湾的香肠里面又能嚼到一些马告碎，嚼到的时候那股香气就会突然蹦出来。然后再来这个就是我用那个肉桂烧的那个肉，因为我们说肉桂防感冒这样子，我们会把这个肉桂皮呢去跟人家交换，比方说笔啦还是本子啦这种，以前早期没有什么钱嘛，我们可能会用我们的山上的东西这些来去换这样子，就对大家来说这是非常非常值钱，对，很值钱，对。我也希望说我的子女也希望去接这个农场。在我来讲是有地，你就是有一个宝。因为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来到这个农场，来到这个山林之间，不是额外的负担，而它应该是一種心靈嘅療愈，一種享受，一種減壓嘅選擇。泰雅族人世代傳承嘅係同自然對話同共生嘅秘語。台灣而家嘅藥用植物接近2000種，喺遷徙、交流同時代嘅流轉中，呢一啲草藥妙用都走出山林，進入城鎮。喺台北最早發展起嚟嘅商業聚落猛甲，一條唔長嘅青草巷，見證咗閩南嘅青草茶文化同本地草藥嘅結合，成為台北街頭獨特嘅日常。
这就是我们青草巷它走进来的一个从龙山寺旁边进来的入口。以前去拜拜啊、信仰、求完之后，就直接走到青草巷来买。对，那个时候这条巷子是挤满人的吗？挤满人的，每一家店至少有3到5个人起跳。大家都是来买青草，都是来买青草，然后来问身体状况，然后或者是有没有什么秘方可以给他们使用啊，筋骨保养啊、退火解热啊，或者是疑难杂症、严重的疾病也都会来青草巷。还有整个的芦荟啊，芦荟也有。这个芦荟呢，我们可以拿来涂抹不舒服的地方。这些新鲜的草药是什么？像这个是我们的左手香啊，它就是还蛮香的。然后一般来说，我们把它他们捣汁，然后喉咙消炎。喉咙痛，感冒喉咙痛可以拿来消炎啊。那你可以拿这个可以闻一下吗？可以闻。还有香气的，对。哦，好香哦。那个左手香呢，在闽南语叫豆秋旁啊。豆秋有人说是像到手香的意思，就是我们就是拿起来要到手上就很香，就是有这个香。那我们就来喝一下传统的青草茶，站着喝体验看看。好啊，这就是传统的喝法是吗？对，站在路边，然后一杯一杯喝。好，那刚才有看那个到手香，闻到有香水香的那一个吗？对。那我来一杯到手香原汁。那我来一个试一下他们的青草茶。哦，它是一杯绿色。对，绿绿的，对不对？以前人我们就拿着这一杯，天气很热嘛，然后就大概2、3口就把它喝完。所以如果有人很热啦、喉咙痛啦、发炎，它是苦的，喝它有什么？喉咙消炎。如果最近感冒咳嗽啦，就是有火气大上来，喉咙有时候觉得很痛、刺痛啊，就喝这个。不过它的味道真的很刺激，真的需要适应这个一下。青草茶很好喝的。那现在很多手摇饮料店可以选择，所以它的量就变很少了，所以这个产业也相对像大家看的，可能没有那么多人。那你为什么在觉得已经买的人越来越少的情况下，还要坚持继续做这个事情呢？我们到西方国家很喜欢买他们的花草茶，那我们会想要送给朋友喝。对。那为什么台湾早期没那么做呢？因为这个草呢叫草药。在亚洲人的送药给客人，好像我要让你生病一样，不太吉利。但是现在呢，我们走养生保养，那我们可以做得更创新、更 model 一点，让大家可以有一点不一样的体验。青草茶呢，其实就是我们早期很热的时候，然后劳动阶级他们在喝的饮料，所以就是把很多草呢全部混合在一起，只是说比较偏向消暑、降压、解热、皮肤散热的配方，因为这就是他们劳动最需要的东西。这个是店里面的一张客制化的茶单，有点像以前在庙里求签的那一张签。下面呢是大家通常会遇到的一些状况，可能需要喝青草茶来进行一个疗愈的改善的。好，那这就是你的茶房。那我们等一下会来冲泡它。好漂亮，它在上面铺排的也非常的有讲究。也是要像咖啡一样绕圈来吗？没错，我们先从中间注水，那我们一样先倒出来，可以先尝尝看。谢谢。你的配方。入口很舒服，就是甜甜的，带有一点凉凉薄荷感的一碗茶。因为很多人说，那我就这么好像很薄很淡的茶，那它的效果什么样会呈现？其实我们可以很单纯看它的成因是什么。如果是近期睡不好，这个茶呢，你大概喝完这2碗，其实你晚上或者是找到一个空闲时间，你会发现它比较容易放松。但它是短暂的，你必须要长期饮用，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时间会找得到更好的平衡。青草茶鋪裏面一杯苦後回甘，係城市居民嘅日常解方，而年輕一代都將傳統飲出咗新態度。同樣有住自己態度嘅，仲有呢一間150年歷史嘅老藥房。即使已經到咗第5代，仍然堅持手工炮製藥材。光陰嘅味道正從炒製緊嘅一鍋白醬裡面飄蕩開嚟。那這個炒到的熟度有沒有一個可以標準化的東西？我自己就是比較總結經驗，就是可能以前爺爺或是母親教的時候，他們都會叫我看顏色。就只是咱們家的特色和方法是這個樣子。對，不代表全部。家都不一樣。你想要試試看嗎？好啊，我可以嗎？可以，就是翻得均勻就可以。翻得均勻，這個麩質加在裡面是起到一個什麼樣的作用？它輔料啦，它那我們通常麩炒，都會把它更貼近於脾胃。您自己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嘗試親自操作這個工作？19歲。當時是誰教你啊？我母親。會不會很嚴格的去訓練？我覺得到我這一輩已經還好。比如什麼情況下會挨罵？就是你這一批炒壞了。炒壞了，就是不夠均勻。
我没有想到原来炒白芍会冒出这么大的烟。然后他们说有时候制作的时候量非常的大，可能这么一炒就要炒一整天，甚至会引来周边一些建筑里面的火警警报。所以我想他们真的很不容易，所以很佩服他们这种坚持。我看您这里很多家具啊、陈设，其实看上去都已经非常有历史感了。最年长的一个家具是哪一个？这一座我觉得最年长的。我们这个店是从我爷爷的爷爷的舅舅的手上传过来，所以这张桌子已经有200多年历史。200多年的历史。对。这个洞洞是什么？这个洞洞就是以前都是铜钱，我们收钱就是直接全部扫进去。我看到有一个祖传的胃散，还有祖传的咳嗽药粉，这个都是从阿祖就开始用了。我妈妈都说，民国70年那时候就卖500块了。就是我们祖传的东西，我们有一个不成文的祖训啊，能不涨就不涨。就是外面市场都在涨价的情况下，您怎么去顶住不涨价呢？老房子嘛，就是自己的，我们不需要租金，所以就是我觉得做药跟做医是一样的，能帮助到人才是重点。就是赚钱其次，那这才能守住本心。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都坚持要用手工来炮制药材呢？我觉得就是身为一种老店自己的坚持，其实在很多人眼里看来可能不具任何意义，但是对我们来说，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活下来的根基。那在对于药物的药效方面，如果经过一个手工的炮制和经过机器的炮制，它的区别上大吗？我们的观点看起来是差别非常多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入肝、入脾、驱菌，我们想要的药性，为什么要去坚持？就是因为市场品达不到我们想要的效果。那我们说到一个对比和差别，我也想到您之前在大陆读过书，也有工作过。您觉得两岸在中医用药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之前是在福州念书啦。那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我觉得药没有分人，而是因地制宜啦。南北它的本来就不一样。比如说像现在很多小儿，北方很多家庭，小孩子尽量吃大鱼大肉，是能长。南方的小孩天气潮湿，脾胃本来就比较虚弱，你再给他吃很多大鱼大肉，多吃他只会越来越胖，脾胃越来越虚，完全长不大。所以很多人说，就是北方的醫生不會醫南方的病，或是南方的醫生不會醫北方的病。台灣而家嘅中藥房數量，從20年前嘅12000幾間減少到5到8000間，更有預測未來10年將持續下降至少於3000間。面對生存危機，父子黨中醫江錦輝同江恩榮做出咗唔一樣嘅嘗試。我们进来感觉这里既有传统的中药行的风格，同时也有一些非常现代的装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考虑呢？因为传统的这个产业一直被看作比较落后的东西。这次的装修，我们是请了日本的设计师，他就撇开传统中药铺的那个概念。这里是现在台北市仅存的几家中医诊所兼中药行之一。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早期中药、中医它是不分家。那到了1996年，台湾实施医药分类之后，已经不能再这样设立。因为我们当初设立的时候，就向政府申请，它法律不受既往，所以就让我们一直保留到现在。这边是我们2楼的诊疗空间。这是我父亲在看诊的诊疗位置，然后以及这是我们在生物电阻抗实验的分析室。那Eric这样，我们今天来分头体验，您跟着江院长来感受一下传统的中医的诊疗过程，尤其可以体验一下针灸。然后，那我就跟着江医师来体验一下我们科技和中医的结合。你这个是阴虚阳亢的体质，严格讲起来是脉症不太合，所以你比较容易流汗。我是很容易流汗的。在中医讲，对，这个汗跟心脏有关系。你这个身体可能比较注意的就是心脏。我也接受针灸很多次，他打针的时候，他做的很到位的，他的力度也刚刚好。酸酸，强又酸，够了，够了，够强了，酸了，Oh my God， 这个是一般的美国针灸师就得不到这种效果的。好，我们现在先来直接测量身高。
下来我们要手要握在这个握把上面，双臂稍微微微的展开，然后不会碰到。开始InBody检测，在检测中。刚刚经过大概2-3分钟的机器检测，我现在已经快速的拿到了我整个身体分析的报告了。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身体的总水重低于正常的这个范围所以我们细胞里面的水以及外面的水，还有总体的水重是不够的。我们在水分里面可以看到这个精还有液都不足。透过这个检测，我们可以更具象化的知道中医在讲的上寒下热、上实下虚。父亲对于这个机器接受吗？其实他也是非常鼓励这样子的科技跟中医的结合还有导入的方式。他这个看起来应当是气血不足了。江院长看着摇头在这儿。肌肉也不够，蛋白质的摄取量是还不够足够的，只是它的吸收不够，它的肌肉量不够，所以身体没有办法合成足够的肌肉。然后中医讲脾主四肢，那应当跟肠胃、对脾胃肠胃一般的。跟脾胃有关系因为现在科技日新月异，中医未来还是要尽量要结合科技。现在来我们诊所看诊的男女比例大概差不多7比3，女生比较多，而且女生多数又是比较年轻的一代的。比如说全球有 COVID-19 疫情，中医在这方面呢就发挥了很大的功效。疫情过后，大部分的人都知道，有些病不一定都要找西医，你可以找中医看看一部分是保留了传统的问诊用药的习惯，另外一部分呢又引进了非常先进的技术仪器，有数据的支撑，也给老中医在问诊的时候提供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那么也像是一种辅助。我发现原来传统的中医药业都在这个时代的潮流当中，在不断的寻求一些改变和创新。Eric， 这趟台湾之行有什么样的感受？我觉得回台湾就像回家一样的。台湾的中医中药更是家的味道，不只是保留传统，而是给它新的生命。是，我觉得中医药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走入人心的方式不急不躁，就好像一杯青草茶，在我们的心里面慢慢的回甘。中医药在台湾不仅是传承，更加是创造，它不是复古，而是一种回归，回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本真，也回到生活的根本。而中医药原本就是一种扎根土地的文化，也正因为如此，它可以在时代的浪潮当中继续生长，继续疗愈，继续感动。